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在上一篇谈到了拿破仑的巅峰时刻，他挫败了数次的反法联盟对他的围攻，见证了他的高光时刻。但是盛极而衰似乎是无数历史人物的最终命运。没有被斩草除根的反法联盟，还会掀起新一轮的滔天巨浪吗？今天我们谈谈拿破仑和他的时代的法国最终霸权的衰落。从伊比利亚泥潭到亲俄惨败，提尔希特条约签署后，拿破仑的霸权看似坚不可摧，但衰落的种子已在暗中生根发芽。而西班牙战争便是这场衰落的开端。1807年，拿破仑以保护西班牙王室为名，派遣法军进入伊比利亚半岛，试图将西班牙与葡萄牙纳入法兰西帝国的势力范围，进一步巩固大陆封锁体系，同时掌控半岛的战略资源，为后续的扩张奠定基础。起初，法军进展顺利，迅速攻占里斯本与马德里，推翻了西班牙波旁王朝，将自己的哥哥约瑟夫·波拿巴推上西班牙王位，看似轻松完成了对伊比利亚半岛的掌控。但拿破仑低估了西班牙人民的民族反抗意志。约瑟夫·波拿巴的傀儡统治遭到了西班牙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从贵族到平民，从城市到乡村，纷纷拿起武器，组建游击队，开展反法游击战争。这些游击队熟悉地形，灵活机动，不与法军进行正面决战，而是不断袭击法军的补给线、据点与巡逻队，消耗法军的兵力与财力。法军虽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却在陌生的地形与无休止的游击战中疲于奔命，难以找到游击队的主力，反而不断遭受袭击，伤亡与逃兵日益增多。更致命的是，英国抓住机会，派遣远征军登陆伊比利亚半岛，与西班牙游击队协同作战，给法军造成了沉重打击。1808年，威灵顿公爵率领英军在维米耶罗战役中击败法军，迫使法军撤退。1812年，英军与西班牙、葡萄牙联军在萨拉曼卡战役中再次重创法军，收复马德里，约瑟夫·波拿巴的傀儡政权摇摇欲坠。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争彻底陷入泥潭，法军先后投入数十万兵力，却始终无法彻底征服这片土地，反而被牢牢牵制。大量兵力被消耗，法兰西帝国的国力开始下滑。拿破仑不得不从其他战场抽调兵力增援伊比利亚，导致其他地区的防御出现漏洞。如果说伊比利亚泥潭是拿破仑霸权衰落的开端，那么1812年的亲俄战争则是对他霸权的致命一击。随着法俄同盟的矛盾日益激化，俄国逐渐不满于法国的霸权压迫，暗中破坏大陆封锁体系，与英国恢复了秘密贸易往来，这让拿破仑怒不可遏。同时，拿破仑的霸权野心日益膨胀，他认为只有彻底击败俄国，才能真正一统欧陆，巩固自己的霸权地位。于是决定发动亲俄战争，彻底摧毁俄国的抵抗力量。1812年6月，拿破仑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总兵力超过60万人，号称大军团，兵分3路向俄国发动进攻。起初，法军进展顺利，迅速突破俄国的边境防线，向俄国腹地推进。俄军总司令巴克莱德托利采取避其锋芒，诱敌深入的战术，率领俄军不断向东撤退，放弃大片领土，同时烧毁沿途的村庄、粮食与物资，实行焦土政策，不给法军留下任何补给。拿破仑急于与俄军主力展开决战，率领法军一路追击，却始终无法抓住俄军主力，反而因战线过长，补给困难，士兵们缺衣少食，战斗力不断下降。9月，法军终于抵达莫斯科，却发现这座城市早已是空城一座，俄军早已撤离。同时，莫斯科城内燃起大火，烧毁了大量的房屋与物资，法军无法获得任何补给，陷入了绝境。
拿破仑在莫斯科停留了1个多月，试图等待俄国求和，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而此时，俄国的寒冬悄然降临，气温骤降至零下几十度。法军士兵大多来自西欧，没有准备足够的防寒衣物与粮食，大量士兵被冻伤、饿死，兵力锐减，战斗力彻底崩溃。10月，拿破仑深知无法继续留在莫斯科，被迫下令撤军。俄军趁机发动反击，不断袭击撤退中的法军，游击队也加入了追击的行列。法军一路溃退，伤亡惨重，沿途到处都是士兵的尸体与废弃的武器装备。12月，当拿破仑率领残余部队撤回法国边境时，60万大军团仅剩下不到3万人，几乎全军覆没。亲俄战争的惨败彻底摧毁了法兰西帝国的军事力量，也动摇了拿破仑的霸权根基。欧洲各国看到拿破仑的虚弱，纷纷趁机摆脱法国的控制，重组反法同盟。拿破仑的终极落幕来自第6、7次反法同盟与滑铁卢决战。亲俄战争惨败后，拿破仑的霸权地位岌岌可危，欧洲各国纷纷趁机崛起，组建第6次反法同盟。1813年，俄国、普鲁士、奥地利、英国等国正式结盟，集结兵力向法国发动进攻，联军总兵力超过80万人。而此时的法军因亲俄战争的惨败，兵力严重不足，只能仓促招募新兵，战斗力大打折扣。1813年10月，法军与反法联军在莱比锡展开决战。这场战役被称为民族之战，双方投入兵力超过150万人，战况异常惨烈。拿破仑凭借超凡的军事指挥艺术，多次击退联军的进攻，但法军兵力不足，不计困难，且联军得到了源源不断的增援。最终，法军战败，被迫撤退。莱比锡战役的惨败标志着拿破仑的霸权彻底动摇，法兰西帝国的附庸国纷纷独立，脱离法国的控制。1814年，反法联军乘胜追击，攻入法国本土，直逼巴黎。拿破仑率领法军顽强抵抗，多次发动反击，试图挽回战局，但此时的法军早已元气大伤，无力回天。3月31日，反法联军攻入巴黎，拿破仑的统治彻底崩溃。4月6日，拿破仑被迫退位，被流放到地中海的厄尔巴岛。法兰西第一帝国覆灭，波旁王朝复辟，路易18回到巴黎，重新登上王位。但拿破仑并未就此放弃，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霸权梦想，一直在等待机会，东山再起。1815年3月，拿破仑趁反法同盟各国在维也纳召开会议，矛盾重重之际，率领少量亲信从厄尔巴岛逃出，登陆法国本土。法国人民对波旁王朝的复辟早已不满，纷纷响应拿破仑的号召，加入他的队伍。拿破仑的兵力迅速扩张，很快就集结了一支近20万人的军队，重新占领巴黎，推翻了波旁王朝，再次登上皇位，建立百日王朝。拿破仑的复辟震惊了整个欧洲，反法同盟各国立即停止争吵，迅速集结兵力，组建第7次反法同盟，联军总兵力超过70万人，兵分2路向法国发动进攻，试图彻底消灭拿破仑，永绝后患。拿破仑深知自己的时间不多，必须在联军集结完毕之前主动出击，击败联军主力，才能保住自己的皇位。于是他率领法军主动向比利时境内的联军发动进攻，滑铁卢战役就此爆发。滑铁卢决战，1815年6月18日，霸权的终极落幕。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率领法军与威灵顿公爵率领的英军、布吕歇尔率领的普军在比利时滑铁卢展开决定性决战。当日清晨，法军率先向英军阵地发动进攻，
拿破仑试图凭借强大的炮兵火力摧毁英军的防线，然后派遣骑兵与步兵发动冲锋，彻底击溃英军。英军凭借坚固的阵地顽强抵抗，双方展开激烈的拉锯战，死伤惨重。战役初期，法军占据一定优势，多次突破英军的前沿防线，英军陷入危机之中。但威灵顿公爵沉着指挥，始终坚守阵地，不断调动预备队填补防线缺口，同时等待普军的增援。拿破仑深知普军的增援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于是多次派遣部队试图阻止普军与英军会合，但都被普军击退。下午，布吕歇尔率领的普军主力抵达战场，立即向法军的右翼发动猛攻。法军的右翼防线迅速崩溃，拿破仑被迫调动预备队增援右翼，试图阻止普军的进攻。但此时英军也趁机发动反击，法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士兵们士气低落，开始节节溃退，再也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拿破仑试图亲自率领近卫骑兵发动冲锋，挽回战局，但最终未能成功。近卫骑兵几乎全军覆没。傍晚时分，法军彻底崩溃，士兵们纷纷放下武器，逃窜而去。拿破仑被迫撤离战场，滑铁卢战役以法军的惨败告终。这场战役彻底终结了拿破仑的霸权梦想，也终结了他的政治生涯。战败后，拿破仑返回巴黎，于6月22日第二次退位，希望让位于其子拿破仑二世，但未被反法同盟接受。他一度计划流亡美国，但英国皇家海军封锁法国港口，迫使他于7月15日向英国投降，被安置于英舰白勒洛封号。反法同盟，尤其是英国，担心拿破仑再次卷土重来，决定将其永久流放至南大西洋的偏远岛屿圣赫勒拿岛。该岛气候恶劣，孤立无援，守卫森严。1815年10月，拿破仑抵达圣赫勒拿岛，与一小群忠诚追随者如蒙托隆伯爵、拉斯卡斯伯爵等一同居住在东印度公司提供的朗伍德庄园。他的生活受到英国总督赫德森洛的严格监视，行动范围受限，信件受审查。拿破仑将大量时间用于口述回忆录、原译、阅读和与随从交谈。他试图通过写作塑造自己的历史遗产，其回忆录影响了后世的拿破仑传奇。但是，岛上潮湿的气候、简陋的生活条件以及长期的精神压抑，导致他的健康逐渐衰退。从1819年起，他多次出现腹痛、乏力等症状，疑似胃癌或胃溃疡。其父亲亦死于胃癌。1821年3月起，拿破仑病情急剧恶化。临终前，他留下了著名的遗言：法兰西军队冲锋。1821年5月5日，拿破仑在朗伍德庄园逝世，享年51岁。英国医生主持的尸检报告显示，胃部有溃疡性病变，符合胃癌特征。其遗体被葬于圣赫勒拿岛的天竺葵谷，墓碑未刻名字，仅标拿破仑。1840年，法国7月王朝国王路易菲利普应拿破仑遗愿，派遣其子如安维尔亲王将遗骸接回法国。拿破仑的灵柩经盛大仪式安葬于巴黎荣军院，至今仍陈列于金色圆顶教堂内，成为法国历史的重要象征。关于拿破仑的死亡原因，历史上存在一定的争议。他的私人医生弗朗切斯科·安托马尔基未能有效缓解其痛苦。20世纪后的研究曾提出砷中毒说，如头发样本检测出高砷含量，但学者多认为这可能来自当时防腐剂或环境污染物。结合尸检报告和家族病史，胃癌仍是主流结论。我们来谈谈拿破仑的历史余响和他巅峰时代的遗产与启示。他的巅峰时代虽然极其短暂，却深刻地改变了欧洲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遗产，也给后世留下了无尽的启示与思考。在军事上，拿破仑的军事指挥艺术达到了当时的顶峰，他革新了军事战术，强调集中兵力、快速机动、迂回包抄，善于抓住战场的主动权，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创造了奥斯特利茨战役、耶拿战役等一系列经典战例。这些战术被后世军事家奉为经典，深刻影响了近代军事的发展。他组建的大军团纪律严明，战斗力强悍，成为近代军队的典范。而他培养的一批优秀将领也成为欧洲军事史上的传奇人物。在政治与法律上，拿破仑继承并巩固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颁布的《拿破仑法典》是近代欧洲第一部资产阶级民法典，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基本原则，削弱了教会与贵族的特权，传播了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理念。不仅重塑了法国的法律体系，更被欧洲各国乃至世界各国借鉴，成为近代法律制度的基础，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法治的发展。在欧洲格局上，拿破仑的霸权统治彻底摧毁了旧欧洲的君主专制体系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重塑了欧洲的政治版图。莱茵邦联、威斯特伐利亚王国等附庸国的建立，打破了欧洲各国的军事，也推动了欧洲民族主义的觉醒。尽管拿破仑最终失败，旧欧洲的秩序得以部分恢复，但他所传播的革命理念与民族意识早已深入人心，为后来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推动了欧洲的近代化进程。同时，拿破仑的一生也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启示。他凭借超凡的才能，从一个普通的科西嘉岛青年，一步步登上权力的顶峰，称霸欧陆，创造了传奇。但他的霸权野心与无休止的扩张，最终导致了他的失败。常年的战争耗尽了法国的国力，无数人死于战火，也激起了被征服地区人民的强烈反抗。而他晚年的自负与固执，听不进不同意见，做出了亲俄战争等错误决策，加速了自己的衰落。拿破仑的巅峰时代是荣耀与落寞的交织，是辉煌与遗憾的共生。他是革命的继承者，也是霸权的追求者。他是军事天才，也是野心家。他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也给世界带来了战争的灾难。如今100年过去，拿破仑的传奇依然被世人津津乐道，他的军事谋略、政治智慧依然被后世研究与借鉴，而他的失败也时刻警示着世人。权力与野心是一把双刃剑，唯有敬畏生命，尊重各国主权与人民的意志，才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才能真正被历史所铭记。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拿破仑的巅峰时代不仅是一个人的传奇，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他见证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见证了权力与野心的博弈，见证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也见证了历史的更迭与进步。这段历史早已被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后世无数人回望与思考的经典。而拿破仑这个名字也将永远与这段传奇的时代绑定，永远被世人铭记。他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传奇帝王，也是一个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的伟大人物。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您的时光导航员劳伦斯，让我们一起探讨历史真相。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您对拿破仑的一生有个全新的认识，让我们一起为了世界的文明与和平而努力。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请点赞、订阅并分享给更多历史爱好者。下期我们将探讨法国大革命如何重塑现代世界，敬请期待。